本师释迦牟尼，听你文殊智慧勇士，听你传承大安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我们讲这个亲友书亲友书里面讲这个禅定，当中讲这个断除殊用的伪品，也就是说善乱。这个善乱呢，昨前天已经讲了，就是应该舍弃，就是对这个贪念对境的一些，作为在家人呢，就是对这个人的这种贪执。然后今天开始呢，就是讲那个断除，就是贪念这个食物，还有贪念睡眠，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修禅定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最大的一种这个伪品。平时信仰安静下来的话呢，可能有几种，就是一个呢就是贪着完绵的这个事，还有呢就是饮食啊、住处啊，还有平时我们遇见的人这个难度睡眠比较强，就是像睡觉，就这样以后呢就经常就不能这个如实的修禅定，因此呢就是要去断除这些违缘，当然完全就是不睡不吃啊不喝啊，就什么都不做，就这是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来讲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佛陀也没有这个要求，就很多方面呢要有这个适当的这个安排啊，就是不管我们的吃饭也好，睡觉也很多行为呢就是要这个用时间的话来讲呢，就是应该这个就是规范。就以前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随心所欲，就是干什么都是好像放任自流，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约束。但现在学了佛之后呢，应该自己的言行举止还是有所这个就改正，就这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出家人以及这个在家人呢，就是大家都是要经常这个观察我看吃饭我现在如不如法，我走路我这个睡觉怎么样？就因为这个亲友书的内容在文字上没有什么不同的，就非常简单就我们不受这样的这个大人的群体当中就包括可能这个幼儿园呢，就是小学二年级、3年级，跟他们讲也是道理上应该可能他们会字面上可以这个解释的就可以解释的，但是实际行动当中能不能做得到？然后这个能做得到的话呢，1天2天做了也不行的，还长期的。你当一个修行人，当一个佛教徒的话呢，你长期的能不能就是执行，这是非常的关键。我看到很多人学习就前一段时间学习这个入行论的时候，刚开始听的1、2天呢，就是很多人的就是做得很好的，但是大多数的人呢，就是没有这个长期的精进，没有长期的精进呢，就只不过是暂时的一种热气而已，就过2天就已经消失了，没有了。那这是这个。其实没有这个听法和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一定要就是经常这个观察。那么今天呢，就是断除我们这个贪食，贪食是怎么讲的呢？了知饮食如两肴，无有贪嗔二相用，非为教恒。体健囊，唯以为是生存，生存。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就讲到了就是我们这个修行人呢，在这个吃饭呢，就是1日3餐呢，就是当然是不可缺少的。在这个饮食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要把它当做这个治病的良药相就作为一个病人呢，他呢就是为了就是从病中这个康复，吃一些这个药的时候呢，就是也不会过多的，就是过多的话呢，就是这个也对他的身体来讲不适应的；过少呢，就是也不能这个治的。所以呢，医生怎么样讲呢？就是他也是如理如实的去这个照办的。同样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生存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应用这个事物应用这个事物的时候呢，也首先是一定要就是饮食这个不能就是过量，就是应该就是定时定量，这是实践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则
啊，就是你不能就是太多了。如果你吃的太多的话，那就是那身体沉重啊，然后就懈怠啊，就睡眠出现了，就很多的这种过患呢也会导致的，就是。然后也不能吃的太少，如果太少的话呢，你身体憔悴啊，身体没有这个力气啊，心情不舒服啊，就是还有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痛苦就是招来。所以呢，我们平时这个吃饭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吃的比较这个适合。但看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在饭店里面吃饭的时候，有些居士的话，就害怕就是这个浪费，就是然后一直吃，就是最后马上这个肚子马上要爆炸，就是那个时候回去的时候路上的很痛的很累的。这也是一方面的是从一个边来讲呢，不浪费，就是不倒在地上，全部都使劲的是倒在自己的肚子里面。但是这个也是过量了，就好像是也不是很好的，就是虽然这个你的食物呢没有浪费，但是呢在对你的这个身体呢还是有所损失，就是所以说我们呢就是应该就是吃饭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入量，就是以前的一些修行人的话呢，真的是。所有的这个每一天或者是好几年的这种日子呢，就像一天的这种生活一样的啊。有些以前闭关的，有些我看到过很多老修行人呐，那些修行人的话呢，每天他吃饭的时间呢，我以前记得是我们那个寺院里面有一个老喇嘛，就是他呢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早上起来，晚上睡觉，以及这个吃饭的时候的这种量啊，就基本上是这个相同的，就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就是那个时候虽然他没有数表，但是他基本上猜得很准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他就什么时候烧茶，就是喝几碗茶，然后就完了以后就再没有什么，就每天都是这样的。其实这样的这个修行人呢，真的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体也好，就是修行的境界各方面，就是应该是有所这个利益的。人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断除这个贪欲和嗔恨心呢，对好吃的东西呢高兴的不得了，就是让贪的，就是让大口的这个吃啊，然后好像这个做的不太好啊，就是或者是今天咸了辣了，就是或者有什么的话呢，就不想吃饭了，生嗔恨心，就是对这个食物也生嗔恨心，对这个做饭的发心人也是这个生嗔恨心。有时候的是做饭的人呢，就是他们也是好像怎么说啊，就是凭自己的这个想象，就是今天大很多盐巴，就是明天呢就是一点也没有，就是有时候就我的这个发现就是这就是是不是故意啊，就是也有这种感觉。但作为一个做饭的人，他也是应该要树一个规矩啊，不然的话呢，你不能贪心又不能嗔恨心，然后你随便乱做一套的话呢，然后我们吃的时候有时候啊，就是也是不得不生嗔恨心，就是因为今天呢就是开玩笑。所以啊，就是我们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这个贪心嗔心。然后呢，这个吃饭的目的啊，不像这个现在社会上的一样的，就是不是为了就是自己的这个青春美满呐，或者是自己呢就是就长得特别的这种好看呐，让别人就是对我这个身体贪心啊。现在很多人吃饭的目的都是不相同的，再加上实际上也是各种一些这个健康食品啊，就是然后在外面就是打广告也是非常厉害的。就是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嗔恨心呢，就是会增加的，就是然后就是你跟别人打仗啊，就是做任何以前古代的时候什么拉弓箭呐，就是或者是比一些武术啊等等各种情况，就所以古代的时候呢，有些人也强调，就是为了把自己的身体健朗、身体这个结实啊，就是也有就是以嗔恨心作为目标，就是这样吃饭的也有。有些呢就是为这个贪心，就是因为你身体特别好的话，那就是贪着别人的这个财物啊、人啊等等，也有种的这种情况。现在人的话呢，可能也是为了就是我的这个皮肤就是好看啊，为了漂亮啊，为了就是让我这个当然每个欲界众生来讲，就可能就是长期住在世间当中，就是饮食，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可能有这个目标，但是有这样不要紧的，就是为了就是生一些贪心啊、嗔心啊，以这样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这个吃饭的话呢，那这个目的都是不合法的。有一些呢就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这种事宜就是为了就是好像就是表一个迹象，就我记得以前
好像这个香港吧，就是有一部分商人呢，就是他们在山西那一个地方，一个饭店里面，就是一顿饭呢，就是12个人一顿饭是花了36.6万呢，就是他们觉得是这个数目很吉祥，而且据说在那个当时所吃的呢，就是很多都是国家保护的一些这个动物的这个肉啊，就这样以后呢，就是觉得是这个互相这个祝贺，就是合作成功，就是也有这样的，还有一个好像就是一个电视台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吧，他为了就过一个生日，也是吃了一顿饭，吃了20万就人民币，就是前一段时间还是去年，就是有一个日本的也是比较出名的明星在上海吃饭，就是这个是1万多吧，就是一顿饭，但各种说法都是有的，所以有些目的的话呢，就是为了吉祥，有些呢就是为了成功，有些呢就是为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啊，就是产生各种烦恼，就是也有这样而这个使用的，这些都是目的不适合的，就是所以身体呢就像是我们这个佛经里面讲的就像是这个依靠这个船只一样的，就是对待就以前那个杂宝经就是那个经里面就是讲的是这个视身如车就视身如车，毫无物则，就是自己的身体呢就像是那个像车就应该对饮食上面呢就是不要有这个好和坏的这个选择就是什么这个先有处是等同跳化，就是我们这个通过油来就是开始进行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你开车的话呢，就是通过油来，就是这个加油来这个运行。那么身体呢，就是通过这个饮食来，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是可以让它这个运行，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来这个吃饭的话呢，我们这个生存在这个时间当中呢，也是有非常这个大的必要。所以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如果有真知真良的人的话，那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这种良药就以前我看见那个汉地的一些比如说课诵里面呢就是有这个十全五观，就是十全五观里面呢什么这个真是良药为了辛苦就是把这个食物的话呢，就是当做这个良药，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呢，是这个健康，这个如理修行，而不成为这个憔悴，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适用就是目标这个适用微尘道业因属因属什么因属次世是吧？你们很多人应该不会。就是为了就是我们这个修成道业就是菜这个属用这个吃的，而并不是呢，我就说我这个肥胖而吃的，也并不是呢，就是让我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就是可以这个变成英雄，可以打拳，可以摧毁原地是这样的目的，就是应该是我这个身体呢，就是看着是一种架合的就是。因为我们暂时呢，就是借用了这个古儒的这个架合，实际上呢，就是这个都没有任何的。我们平时这个使用就大家都是应该心里面有一种怎么说就是这个观想。就是这个食物呢，就是来之也是不易的。让我们应用它呢，就是为三宝、为众生有一点实在的这个意义，应该以这样来想否则的话呢，我们平时现在世界上的人们呢，就是食用这个饭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呢，食用的时候也是就是根本不想就是它的这个来源，就是这是不合理的。就不合理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比如说有一个佛经叫做是这个毗尼无记呢，就毗尼无记里面呢就是讲这个如果没有这个参禅，还没有这个诵经呢就没有诵经，然后呢也没有做这个佛法和这个僧众的事情，你随随便便就是使用这个施主的这种食物的话呢，就是那以后会堕落的就是会堕落的。所以呢，我们作为出家人的话呢，也是就是时前适合的话呢，随念三宝经或者说念一些这个供养咒一直呢就是想到就是这个会想就刚开始有些这个论点里面说是吃一口的时候呢，要想就是断一切这个恶业，然后吃2口的时候呢，就是要想增长一切善业，然后呢就是后来好像什么这个会想就是做3根利益众生等等等，就是有很多的一些传统和修行法。所以我们平时真正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每一顿呢，就是增长他的这个善根本来我们这个什么吃饭走路睡觉就这些都是按照俱舍论的观点来讲它是无记法。可是我们如果修行比较
这个有境界的人来讲呢，你刚吃饭的开始的时候呢，我把这个身体观想为像米总的做法的话呢，就是作为这个回供的坛城，就是然后供养它，或者我们平时在上师瑜伽里面讲的是供养这个自己的根本上是为主的三世诸佛，或者呢，就是你平时呢，就是对这个食物的来源的这些农民啊，就是这些呢，就是产生悲心，然后把自己身体呢，就是当做一般的这个这个家和，我们对他呢。就是进行这样的这个就是供养之后啊，就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运用它来就修持正法。我们平时的是对身体呢，应该这样想：我依靠它来可以修持正法，就这是我们的这个修行人的一种这个修法。可是很多人呢，恐怕是不懂。就有些人呢，虽然懂了，但是呢就第一顿饭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想一想，刚刚就是讲完课，明天可能你们吃饭的时候呢，都注意啊，就可能就是吃饭的时候应该这样想，也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还是就中等吧，就是这样的。然后再过2天，没有政治正念的人呢，就会忘了。但是政治正念稳固的人的话呢，一辈子都不会忘的。所以人的有的时候啊，性格和一些这个修行的人呢都是不相同的。以前我们也知道，有些上师呢，他在闻法的过程当中呢，闻的时间是不是很长的，就是2、3年呢、5、6年呢这样的。然后他闻完了以后，他所记到的，或者是佛法对他的影响呢，在他的一辈子乃至生生世世也是不会改变的。其实我们这个人接触了这个佛教的教育之后呢，应该我的这个希望呢，就是长期的这个存留。否则的话呢，你每天都是要讲一堂课，每天都是给你提醒一番，那最后的话，可能自他都生厌烦性的，就是没有很大的这个必要。因此呢，就是修行这个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对这个饮食的这个观点就是怎么样，我们佛教徒呢，吃饭的时候是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以什么样的行为，以什么样的这个量来，就是维持就是保护自己的这个身体就必须就是懂到这一点。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端出这个坛面就是端出坛面。贤明君主勤度国白族上也即下也，随时也非图误国，于众业具正念面。那么他这里呢，就是这个仙山这个明智的这个君主就是以呼唤词来，就是说这个乐行国王，乐行国王你呢就是应该就是度过自己的这个时间呢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对这个睡眠呢，就是应该有个比较这个适当的这个安排就现在实践人呢，很多人呢，就是对这个生活没有任何规律的就每天都是想吃就想吃，想睡就想睡，想跑就想跑，就是有些人呢，真的是跟这个动物没有什么这个差别，就凭着自己的分别呢，每天都是去就，其实这样这个没有规律是非常不好的就非常不好的。所以呢就是对这个贤明的君主呢，就是说是你每天就是度过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在这个修行佛法的这个时间当中要度过。现在城市里面的很多人是根本不信佛教的，有些人呢虽然信佛教，但是呢，我有时候看到就是他们的一天生活当中呢，没有一点佛法的成分，这也是很可惜的这当然，作为一个出家人和作为一个山上修行人的话呢，我想一天当中就是一点只是对佛教没有这个结上缘的，就这样可能是没有的，因为这个环境呢，就是对你来讲是还是受一定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么良好的环境的话呢，我想我们极个别的有些道友的话呢，恐怕也会这样的，每天都是你可能看着电视每天都是就是就吃喝就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在这个佛法方面的念经参禅还有这个心慈善法方面，就是一点都是没有这种想法，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呢看见，就是现在很多人的见解特别的这种恶劣。为什么这么讲呢？贪心、嗔心，以致这个邪见、断见这些见解对他的相续来讲是非常的丰富。真正的对佛法的这个我见、空性见、大悲的这个正见，以及呢，就是这个出离心、菩提心这方面呢，就是非常渺小。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现在有时候感觉到这个佛法呢，并不是我们形象上你外面穿着一个什么袈裟，就是这不代表就是佛法，就是你外面虽然是佛法的形象，但是你内心当中呢，没有这种佛教的真见的话，那就是对你来讲是没有这个佛法的这个根本的。
你不要认为是这个寺院是金碧辉煌，就是里面可能佛教很兴盛，里面有好几个和尚，可能佛法很兴盛，不一定的。也许这些和尚的话呢，就是只是外面就是穿的是全部是这个佛陀的袈裟，可是里面呢，就是根本没有就是这个大悲心和菩提心，或者是真正的这个正法。所以有时候看到的话呢，也许我的邪见很重就包括有些居士的话呢。整天的是奔着这个名闻利就是虽然你有皈依证，你也是受过三皈五戒，可是你每天呢，你的生活的从早到晚，详细一观察的时候呢，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也是像牦牛起来一样的，晚上睡觉也是这样，像老猪睡觉一样的，然后平时吃饭的话，那就是吃吃喝喝以外，从来的是也不念咒，也不参禅，也不修行。从你的这个说话过程当中呢，也听不出任何的对这个佛教方面的这个关系。当然，对实践的这些一些没有任何就是道理的实践当中，也是没有真理方面靠近的这些话呢，一般来讲是没有任何必要的。一般的这种生活的话呢，实践的这些动物飞禽猪鼠全部都在过，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是讲这个他们的规律。所以他这里呢，就是对贤明的这个君主呢，也降了这个生活方面的要求，就是你应该就是白天呢，就是全日当中也是最好就是不要这个睡觉，然后晚上睡觉呢，是可以的，但是晚上呢，应该就是分成3份，就是3分之这个第一，也就是说是这个上半夜的话呢，也不能睡觉，就行持善法，然后中夜呢，可以这个入眠睡觉，然后这个下半夜呢，也早一点，就我们实践说的是这个早起是早睡早起应该早一点起来行持这个善法，而且你睡的时候呢，本来是在中间的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睡觉的时候，可是你睡的时候呢，也不要一直处于酣睡当中。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很高的一些境界的话呢，那入光明这个梦境这些来讲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一般来讲，你如果要接近临睡的时候呢，做这个四周观想一些那个什么这个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发光融入自己的身体或者呢像我们有些这个密宗的修行当中呢讲的这个修上师瑜伽然后呢把自己的头呢放在上师的怀里，让上师你好好给我夹着，我睡觉了上师一直不睡，让你睡得很香，这样也有很大的这个功德，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睡的时候呢，本来它是无记法，也是一种处也没有什么这个善根的。但是你在临睡的时候做这些行为，然后呢，心里面也是观想，我在这个做梦的话呢，要做这个善梦。然后明天呢，早上就很早就起来以后呢，要行持善法，然后在临睡的时候就念诵一些咒语念一些祈祷文很多人呢，行持善法很害怕，可不可以念佛可不可以念咒语那个时候可不可以？好像造恶业方面的话呢，他就没有什么随心所欲的，随便什么吃肉喝酒就没有什么。然后行持善法的时候呢，特别要讲那个时候上午可不可以念咒语，下午可不可以念佛法，很多的这种顾虑这我们不懂佛法的一种愚痴所导致，所以这些没有必要的。行持善法的时候怎么样都可以，凡是与佛和菩萨和佛法有这个结上善缘的这些什么行为都是可以，然后呢，你这样睡觉的话呢，你所有的这种睡眠的这种状态呢，都变成有这个功德者我们一般具有这个菩提心的人的话，那晚上睡眠也好，酣睡也好，昏厥也好，还有呢，处于任何的这个无记的状态都这个3根呢，日日夜夜增上，所以说呢，在睡的时候呢，也不要徒劳无益，而且呢，应该以这个真知正念来，以这个光明相早起相有种种的这个想法，应该以这样来行持，这是有非常大的功德。说我们很多人佛教徒呢，有时候我觉得是不可能不懂的，但是呢，很多人都不做我们要求呢，你睡的时候呢，磕3个头，很多人的话呢2-3个月还可以的，然后还继续坚持的呢，就很罕见。所以有时候我也看见一些末法时代的这个人真的是心生厌腻，每天都是不可能在你的耳边
就开始这个说啊，我们这一般这个小学生的话呢，讲1-2次的位移的话呢，就基本上就是比较听话的人呢，就是永远都是他可以这个让这个做得到的。我的以前讲柔性人的时候呢，就是我讲就一直很拼命的讲，就是希望。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要念这个21遍，就是百字明。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这个磕3个头。看我们当中啊，就是现在有多少人没有断的？其实磕3个头时间很短的，就是1-2分钟的可以完成的。可是很多人修行太差了，太惭愧了啊！就是不要做这个一些城市里面的烦躁的事情特别多，每天都是跟这个生烦恼，那个生痛苦，就是最后睡的时候可能这个兴趣的是没有，就是你没有吵架的算是很幸运的了啊！就是在没有在嗔恨心的状态当中，就是倒下去是就算是有福报的了，就是应该这样的。但是一般这个修行人的话呢，住在山里面，就是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你磕3个头的要求的到不到的话呢，那其他还要有些人要求特别高，好高骛远，我要晋升成就。你成就的话呢，可能成就魔国，就是连磕3个头的这个精进性也没有的话呢，那怎么会是成就啊？所以有些人的话呢，就是自己的根本就是没有这种惭愧心，就是说的话特别大，行为呢就是让人就是非常这个生厌烦的。所以说啊，就现在魔法时代有时候呢，真的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基本的一些生活的要求啊，就是非常简单的，但是这个都做不到，然后自己的。这种境界啊，就是有些这个要求、希望就是特别高，就这是完全不实现的。所以，我们这个行持善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尤其是不能就是特别的这种睡眠，就是作为睡眠的话呢，真的是我们这个修行当中啊，就是障碍是非常可怕。有关经典和论点当中都这样讲的。所以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就是白天呢，就没有必要就是睡午觉啊，就是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很多现在的一些科学和现在的实践法呢，就特别的强调，包括。我看汉地的很多的这个学校的话呢，就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呢，让这个孩子必须要让这个睡下去，就是所以他长大以后呢，就慢慢的习惯了，就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就睡一会儿，就如果不睡的话，那好像是已经这个迷迷糊糊的了啊，就是当然实践人的是可能中午睡觉啊，就说是身体很好，然后晚上呢就是也可以到这个屋厅呢，就是到各个地方去干一些非法，就是这样的话呢有精神。但一般修行人来讲呢，我觉得是这个白天呢，就是最好是这个不睡，因为摩诃仁波切哈有关经典论点的话呢，就是白天睡觉呢，就是对你的这个身体啊，就还是有这个损害的，然后对你的记忆力就是各方面有害的。再加上早上呢，就是应该就是早一点这个起来，就是如果早一点起来的话呢，一天的所有的这个事情呢，就早上赶起来，这个效益非常的这个好。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很多人呢，就是这个修行当中最大的这种障碍呢，就是也是这个睡眠难得。其实佛陀在那个宝积经呢，大宝积经里面呢，也讲了20种这个过失，就是乐于睡眠的20种过失。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睡眠呢，就是产生这个懈怠。就很大的这种，你经常喜欢睡觉的话，什么这个背诵啊、文思修行啊，什么都不行啊，就是每天都是想早上也想睡觉，中午也睡觉，晚上更不用说了。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没有这个境界。然后还有这个身体沉重啊，就看那个喜欢睡觉的人的话呢，就是我们也经常看得到，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身体特别沉重呢？就是爱睡觉。一般不爱睡觉的话呢，身体很这个轻快的。然后呢，就这经里面讲的是憔悴啊，就是憔悴了。有些人的说是我现在睡觉的话呢，我也为了什么这个越来越会漂亮的，其实不会漂亮的。你睡的特别多的话，最后的你这个入睡啊，就是慢慢会变的，还产生就是各种这个疾病啊，就是症病，就是产生各种这个疾病。然后你食物呢，就是也不消化，就是爱这个睡眠的人呢，就是吃的东西的话，那就是根本不消化。然后身上呢，就是也会出现就是各种这个什么这个各种生疮啊，就是病啊，就是气泡啊，等等，就是会出现种种的这个不良之疾。还有呢，就是爱睡觉的这种人呢，就是愚痴无明啊，就智慧呢就是越来越这个低劣，飞天呢就是不恭敬，然后呢就是你的这个皮肤呢就是暗浊，就是现在很多人说啊，睡觉都是使人漂亮的这个唯一的因，就是很多美人都是从那个睡觉当中这个养出来。
来的。那如果是没人是睡觉当中养出来的话，那就是这个老猪，那就是肯定是世界上是最美丽的了，最好看的了，因为它每天都是没有什么其他工作，就是就基本上是睡着，所以很多还有这个睡觉的话呢，就是不勤奋啊，然后就是心里面就是产生痛苦啊，产生忧虑啊，等等等，就是讲到很多的这个过失啊，我们详细的如果就看了之后的话，那就是真的是这个欲界当中的这个人呐，就是贪着这个睡眠呢，就是其实是很大的一种这个过患。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经典里面也说了，就是食故住者常生精进心啊，就食故住者常生精进心，舍你欲睡眠，疏忽菩提众啊，就舍你欲睡眠，疏忽菩提众，就是应该就有智慧的人呢，就很是的是要这个精进的。应该呢就是舍弃远离一切的这个睡眠。当然，我们像讲话个性那样，就是根本上断掉，就是一点不睡的话，那就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这个疏忽这个菩提的种子，这个菩提的种子呢，不可能是天天的睡觉当中呢就是开发结果啊，就是不可能的。应该呢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这个精进的啊，就是早上呢就我都经常这样想，就我们现在实践人呢一点不睡都是不行的。以前呢就是我们的。在更特别精进的时候呢，每天都是睡3个小时的是应该可以的，好像那个时候也是比较年轻啊，就是各方面应该是可以的。但现在的话呢，就是可能也不行的。很多人也是劝说睡觉是对身体如何有帮助啊，身体如果不睡觉的话，那就是如何不好啊，等等等说的比较多。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想我们这个睡的再多也是除了6个小时。6个小时睡的话，那我就觉得是太可怕了，就是应该是可以呢。那如果实在不行呢，你再睡8个小时，就是再不要睡下去。如果再睡下去的话，那肯定是你这个休息呢，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就所以我们平时呢，就是看到一些这个实践的这些智者们呢，就是早上是怎么样这个精进的，然后晚上呢也是什么样的。虽然中间睡一点，但是中间酣睡的这个过程呢，他们也不会就是过得无意义的，应该以前后都是以正念来试着。可是我们自己呢，真的是怎么样做？就我有时候呢，就自己觉得是自己的行为还可以，因为。从小的时候对着睡眠方面呢，还是这个心思啊，就各方面就稍微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这种感觉就还可以。有时候的话呢，特别的惭愧啊，就是今年实践的就是一些这个智者啊，就是没有发过菩提心的人的不如，就是我们这样天天睡觉的话，怎么就是利益众生？怎么呢？就是自己就心慈福报，非常惭愧。但是呢，就是也没有办法，就是希望呢，我们很多人呢，就是应该对自己的这个睡眠也好，饮食也好，各方面导致讲了这个话之后呢，文字上应该大家会懂得，但行为上呢，能不能长期的行持啊，就是一定要就是观察。下面就是讲那个就是修行的这种通品啊，无量啊，就是4、5量心，恒常正是2修持，慈悲喜舍4、5量，纵然为真正觉，真等觉，也得翻天无量乐。那么我们呢，他这里就是已经就是讲了这个4、5量心，就是常常的、认真的这个修持呢，就是这个慈悲喜舍，就是4、5量心。如果这个4、5量心修持的话呢，就是即使你没有得到就是佛果呢，也能就是获得善趣的这个翻天当这个人天这是福报。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4、5量心呢。从这个小乘也好，或者是一般这个仙众来讲呢，就是这是这个四梵主的修行，就是功德非常大。功德大的原因呢，我们所愿的众生是无量无边的。然后呢，愿这些众生呢获得了无量无边的这个快乐和离开的这个痛苦，这种这个心呢就是极其的广大，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果报和这个功德呢，也是应该说无量无边的。我们这个始终呢要经常的。就长期的要这个修4、5量心，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要想到我们天下无边的这个一切众生界当中呢，无量无边的众生在这个诉苦，愿他们呢就是远离所有的这个苦因和苦果苦因是十不三业为主的就是罪业，然后苦果呢就是让他们在这个感受就是感受种种的这个六道轮回的就是痛苦，就是愿他们就是离开了这个痛苦和
呼应，这就是被无量性啊。就为什么叫无量呢？因为所愿的众生是无量无边的。为什么被呢？就是它是愿离开痛苦的这种大悲心啊，就这是这个被无量性。然后我们讲那个次无量性的时候呢，愿天下无边的所有的这些众生啊，都能得到暂时和究竟的这个这个乐因和乐果啊。就是乐因呢，就是心慈散发；乐果的话呢，在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暂时这个享受一切这个快乐啊，就让他们都得到这样的这个乐果，就是这样这个想的，这就叫做是那个。次无量性，然后呢，就是讲这个就是细无量性，所谓的这个。它这里慈悲细啊，就是细无量性的话呢，就是让所有这些的这个天下无边的这些众生啊，获得的这个所有的身心的这个乐因和乐果呢，永远的是不要这个离开，让他们一直具足。我们一个小小的角度来讲呢，比如说一个众生呢，就是获得了一些财产啊、名声啊、地位的时候，从心看深处，心里面想啊，就是他已经得到了。这个财物多好啊！就心里面要有这样的这个心啊，要有这样的这种心，这叫做是这个细无量心。然后摄无量心呢，就是对所有的众生就是不贪不嗔啊，就是对自己的情缘方面呢，就是不贪着；对缘体方面呢，不嗔恨，就贪嗔平等，情缘平等，要到这样的境界，叫这个摄无量心。当然，这个四无量心呢，我们说起来的是很好，我也口头上就是光芒天化的就开始说是啊，修四无量心、四无量心，每个上师呢也都在这样讲，这个很简单的。可是真正自己要修持，让大家呢真是要修持的话呢，有一定的困难。尤其是我们的慈悲菩提心的话呢，就是没有依靠四无量心是不能生起来的，这是唯一的因。大家也知道，大圆满前行和有关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菩提心的前面呢，都要经过一个四无量心。你如果经过没有这个经过四无量心的话呢，你这是大概的就是修一个菩提心啊。我们修入心论的时候，很多人都刚开始的时候的给我说大话啊，上师啊，我已经有了菩提心了，非常感谢你的恩德啊，我永远也忘不了。就是没有过2天的时候呢，就是他碰到了原地了。原地的时候呢，你不要说是菩提心，连这个慈心悲心都没有了。就是没有的话呢，菩提心就是更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呢，就是一定要这个修行。没有这个修行的话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都是贪着自封、嗔恨他封啊，让你怎么会是生气就让所有的众生？这是可能大概的，就是或者是很笼统的话呢，我愿意让所有的众生都获得快乐。但是呢，一旦就是遇到你关系最不好的人呢，就是让他获得了最大的快乐的话呢，你在那个时候呢，可能会变成出名可怜，就不一定呢，就是你就愿意的。然后你的这个精神当中的父母和精神当中的怨敌啊，就是在一个站在左边，一个站在右边。你有很珍贵的东西的话呢，你送给谁啊？就是那个时候呢，可能是你只愿意送给自己的父母，不愿意送给怨敌，让怨敌看都不让看，就是那这也说明呢，就是菩提心的味道没有，就是一点就是这个没有接近，就是所以说我们很重要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四无量心。我希望呢，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一定要修行，尤其是四无量心的这个修行最深的窍诀呢，在我们这个营长的所有的大德的论点当中呢，就是堪布阿琼的这个大圆满前行备忘录啊，这里面呢就是讲的非常的这个殊胜。我也是这个最近呢就是已经翻译出来了，然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也想我们这个真正去这个实地修行。没有实地修行的话呢，菩提心呢至少是变成一种口头上啊，就很多领导呢就讲一些宣布上面的政策一样，实际上呢自己也是不行测，就是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呢，自己也是不知道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很多修菩提心呢，我就担心就是很多人开口头上的说是非常感谢，我现在有了菩提心，我就今天就成了菩萨了。当然这样的话呢，我也高兴，你也高兴，心里面都很舒服。可是遇到危险的时候啊，遇到就是怨恨的敌人，或者是遇到众生的时候呢，你的菩提心就是有没有？我还在这个担忧，我还有这个怀疑的。所以我们这里啊，就是一定要就是想到这个事无量心。如果我们这样的这个事无量心呢，就是修得非常圆满的话呢，那就是一定会如果以这个智慧的握见呢来这个摄持的话，那就是获得这个正果的有些讲义里面呢，就是像那个四无量心的话，那就有3个这个方面来修的。比如说缘众生这个的缘法的缘无缘的这种四无量心，
愿终身的话呢，一般我们这个凡夫人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无云呢，就是执着，就是让所有的这个众生呢离苦得乐，就是从这方面修的话呢，那么就是愿众生的这个四无量心，然后愿这个愿法的四无量心呢，一般声闻缘觉呢，就是他们证悟了这个人我，然后以证悟人我来这个观待呢，就是一切众生呢，就是其实无因这个假合的，就没有真实的，然后呢，对他们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开始这个生悲心和这个痴心呢，等等，这样来修持呢，就是叫这个愿法的这种十无量心。无愿的十无量心呢，就是因为这个菩萨和佛陀呢，已经证悟了这个法我就是对一切万法呢，就是证悟这个如梦如幻，所以呢，对三界轮回的一切众生，就是当着如梦如幻，而对他们就是心慈这个慈悲喜舍，就是这就是这个无愿的这种十无量心，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分法。不管怎么样分呢，其实这个修四无量心呢，就是暂时呢，就是让就是获得了我们这个世间的，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是福报最大的，应该说是最快乐的，享受的最快乐的呢，就是这个梵天就是界。梵天界呢，就是只不过是体面而已，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以这样的这个梵天界为主的一些天人和人的这种果报呢，也能这个现前就也能现前就是所以呢，我们这个修持四无量心呢，就是希望就是大家不要这个扭在口头上。如果扭在口头上的话呢，恐怕是我们这个每天的都这样读就是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就是一直这样说。但是真正心里面呢，就是对他们产生是有没有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每一个众生遇到的时候就你会可以表现出来。平时我们有时候就人的这个修行好不好，可以言谈举止当中也看得出来就比如说今天就是一个人得奖了得奖的话呢，心里面非常高兴真是就是非常高兴今天是不管是任何一个人但是我们这个很多人，比如说现在这个奥运会开的时候呢，就是美国就是得这个金奖了，那中国人是不是都很高兴就是都很高兴的话，那说明就是你对这个坦诚的这种平等就应该就是有一种平等观，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讲，就是地球可以那么大，整个世界来讲的话呢，就是美国和中国呢，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就是这种这是很大的庞大的这个国家，就是这样来就是用自己的分别念来划界限，就是这样分开。整个这个宇宙及太空上，你一看的话呢，非常渺小的一个，像微尘那么大，就是，然后其中呢，就是你也是在其中的一个成员比如说中国有这么多人，然后你一个人的这种心特别的这个小然后你就随喜你就嗔恨心很多人我今天没有得真经没有如何就开始世间人的话呢，有时候所作所为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怜我们在这个宇宙当中的话呢，就像我们有时候夏天看那个医学里面，就是蚂蚁有很多很多，可是我们就觉得是这个蚂蚁的生活就在这个世界当中是很渺小的，在我的眼里呢。看你几百个蚂蚁，就是在这么一个小小的范围当中，他们的这种薪水他们的这种成本呢，就没有什么可值得衡量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实际上自己认为是自己就如何，其实呢，就是非常的这种整个宇宙界和整个世界，或者是整个我们漫长的这个界的成住坏空来这个衡量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站的这个角落就是非常的这个渺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如果真的是所有只要是众生让他获得了快乐的话呢，说明你的这个菩提心你他的菩提心稍微就是修的比较不错的。如果你心里面就是产生嗔恨心，我方已经没有得到，他方呢得到了，而且对他生嫉妒心、生嗔恨心，说明这个菩提心呢就是还没有真实的这种这个修成。就是因此呢，这个四无量心是为什么以前的所有的这个大德都非常的重视呢？有一定的这个原因。很多那个前辈就是大德，包括华智仁波切和永喜龙多他们都一直是强调，如果你四无量心没有这个修成的话呢，就好像这个修行呢就是迷茫了就大圆们这个心性修行里面也是讲了很多这方面的窍诀。所以我们平时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希望大家就是也平时衡量观察自己，不用这个说的很多的大话，就是说大话没有用的。实际当中呢，看就是自己的这种见解就是怎么样，就是一定要观察自己。
下面就是讲的那个禅定的真心啊，就是因为这个里面呢，就四无量心是作为一个，当然四无量心我们这个从大乘的菩提心来讲呢，就是也是非常高的。在这里呢，就是作为这个四禅的话呢，就是这是一般的用这个实践的四禅的前心来讲的。然后这个真心呢，就是交接这个四禅，一端欲心信乐果，四种禅定生次神，就是次第神，梵天光明边境天光国天之四天国，他这里呢，四天界，他这里就是说，这个通过这个修行啊，修行这个机制，通过这个修行殊胜的这个机制之后呢，就是我们可以这个转生到这个天界就是四禅当中。因为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就是坐禅，其实坐禅呢，心要就是得到清净，得到这个清凉寂静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叫这个机制。机制的一些具体的修法呢，显宗当中也比较多，密宗当中也比较多，但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暂时不谈。那么它这里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心要完全要这个清净的话呢，要分别念就是智智。分别念智智的时候呢，首先是在这个欲界当中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粗大的这个心。那么这个粗大的心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观修，就是以寂静的方式来，就是端出这个。首先是比如说这个熏就熏死和四擦。居士论里面大家都知道，比较这个笼统的了这一个法的话呢，那么就对它进行思维呢，就是叫这个熏死。然后比较细致的一种这个了知呢，就是这叫做是那个四擦，就是四擦也有这样的。那么通过这个四擦和熏死呢，就是这样的这种对峙来，就是端出我们这个欲界的贪界、嗔界，就是贪心，也可以说就是贪心，还有这个嗔心。我们欲界当中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比如说要转生到四禅的话呢，就是要断除这个无界就无界是原来在入中人当中也得见地的时候也是三种界，就是三种界是一个是一界，还有呢就是什么那个结晶取见，还有撒迦耶见，就是这三种界，然后再加上就是贪界和这个嗔界就这是我们一般要离开这个欲界的话呢，必须要断除这几个界。如果你这些烦恼没有断，那就是不可能的。然后这些断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就是获得了一个功德者，就是基金这个所生者喜乐的就是已有这个禅定的这种这个欢喜和快乐的，然后还有这个安住意愿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禅定，就是这是叫做是个第一禅就是第一禅呢也有过和因，就是因的话那就是禅定的名称，然后过呢就是转生到这个天界去的就这是就是获得就是第一禅的。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比较这个清净的这种心就是也是这个禅定的很明清的这样的心，让这样的这个心呢，原来你第一禅当中的这个四擦就是这些一呢就是进行就是断除就是断除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第二禅的这种境界就是有了这个第二禅的境界。然后第二禅的境界呢，通过这个舍心还有这个真知正念以这个功德者呢，就是断除，就是最后把你的这个细心就是细心断除的话呢，那么就是还有细心一对就是具有这个乐心就是具有乐的这种境界的禅定，这就是三禅。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摄性和还有这个正念就是摄性和还有这个正念来断除你自相续当中的这个乐性，就最后呢就是获得了第四禅的什么就是境界。就是第四禅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我们所谓的这个禅定的8种过失就是全部的这个愿力了就是全部我们这个欲界当中呢，就是一般就是痛苦和忧恼就是这是2种这个过失。然后第一禅当中呢，就是有这个熏和色，还有呢就是这个对这个熏和色呢，就是要这个断除的。然后第二禅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喜就是有这个喜乐当中的这个喜的这个过患也要断除。然后第三禅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呼吸入息就入息和出息，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乐属
除，就是这8种过失呢，就是全部断除的话呢，那么第4禅的这个禅定，其实第4禅的禅定的话呢，就是完全是一种这个清净的啊，就没有呢就是执着和没有呢就是产生过患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清净。平时我们也讲过，就是实践当中的现在的任何的这个生动生变的话呢，就是全部是依靠啊这种这个4禅的境界来这个。当然这个4禅呢，我们现在实践当中呢，通过这个修行呢，就是让成就这个4禅，让成就4禅的话呢，你可以这个转生到哪里去啊？就转生到哪里去。那么这个4禅呢，就是能获得了就是梵天。啊，就是梵天的话呢，我们知道是第1禅当中啊，就是本来是由我们色界呢，就是17禅吧，就是17个天呢。然后17天当中呢，就是分为4禅。第三4禅里面呢，第1禅呢，就是梵天和还有这个梵中天和梵诸天啊，就是梵普天呢，就是中共这个3种，可能是在这里龙母菩萨也是每一个禅什么那个天界当中呢，也是代表性的，就像现在。那个世间人的这个代表人员一样，就是所以第1禅里面呢，就是能获得这个梵天的果位，就是当然是其他的这个果位呢，就是也有同样的这个获得，因为你有了禅定的这个印呢，就是过不可能不获得的。然后第2禅里面呢，就是这个光明天呢，就是还有少光天呐、无量光天呐，就是第2禅当中还有这个就是也有这个三禅2禅里面。然后第3禅呢，就是这里是边境天呐，就是还有呢就是少净天和还有无量净天呢，就是总共有这个也是3处啊，就总共有3处。然后第4禅呢就是分为那个凡夫地和还有那个应该是圣者地啊，就是凡夫地和圣者地。然后这个凡夫地里面呢，就是什么这个无云无云天什么那个无云天，还有那个复生天吧，就是还有光国天，就是这3者。然后呢就是圣者当中这个三显三见吧，就是对3显3见。然后这个无老天无热天色究竟天，就是这是也叫做是那个无尽具天啊，就无尽具天，就是大概有总共这几个吧。中共呢，我们这里讲的这个就这里面就这是一个光国天啊，就是凡夫的这个3天当中的代表有，就然后圣者5天当中呢没有代表。开玩笑，这样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里通过这个禅定呢，就是修行的话呢，就是获得这个天界的果位。当然，具体是这样的，这个禅定的智啊，怎么修行呢？我们俱舍论和大圆满信息修习当中都讲过。我这里呢，就是也不光说，但是我们希望呢，就是也是通过这个信呢，就是清净，然后呢，也不一定要你发愿，就是我要转生到这个天界当中去的。但是呢，我们这个信自三法的这个信仰就是安住，然后与这个禅定呢就是相结合。而且呢，如果你是发广大的大菩提心，超越一切世界的话呢，你对这个禅定的这种所有的这种智啊，就是不了解呢，就是不行的，就是因此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发这样的这种广大心呢，就是行持这个善法。下面呢就是讲的是这个禅定的核心呢，首先就是中说这个七恶从禅，然后这个课盘呢就是也分2个方面，就是其中第一个宣说善恶轻重就我们实践当中有些善法和有些恶法的这个轻重呢，很多人就是不能了知的。下面就是说横谈不举对治法，功德诸天知是深。无中3恶更为重，故当精勤行大善。我们世间人呢，就是有些人呢，怎么说啊？就根本不知道，就是哪些就是最大的这个善业，哪些呢就是最大的这个恶业，就是这些道理呢，就是不是特别清楚。那么在这里面呢，已经讲了，就是不管是做这个善法也好，就是造恶业也好，这个轻重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佛陀呢，有关在这个耶巴差别经呢，还有一些大的这个经典里面呢，就是都已经这个宣说了。我们作者呢，就在这里面就是归纳出来给大家宣说的话呢，也是这样的。那么不管是你的善业也好，恶业也好，这个最大的这个这种这个业呢，就是什么样的
做这个界限呢，就是它这里就是比如说我们这里做这个三业恶业的话呢，就是从娱乐方面有差别的，然后家信方面就是有差别的，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忌方面啊，忌也可以或者天方面呢，用3个方面来这个做差别。那么第一个家信方面的话呢，应该是家信行为方面。很长的，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呢，比如说我这个杀生呢，就是经常杀，就是这种这个罪业，非常的这个严重。然后我信三法的话呢，就是经常信三啊，就是比如说念经呢，我今天也念，明天也念，今年也念，明年也念，一直就是不断的这个，时间是越长越好。就我们有些修行人呢，始终都是他处于一种善法当中，就是这样确实很好。早上也好，白天也好，平时啊，我都认识的有些人的话呢，不管是到哪里，就是白天晚上，只要有时间的时候呢，就自己开始看书啊、念诵啊，或者是就是信自善法，就是这样，这个时间呢，就是越来越长啊，就这样就功德就是越来越大。然后造的恶业的话呢，你最好是时间越来越短了，否则的话呢，就像现在的屠夫啊、妓女啊，那这个成年累月就是搞这样的话，这个时间方面呢，就是有这个很长的这个差别，就是这是时间上面。然后这个贪者啊，就是很贪，就是贪心呢，是从那个心的角度、意乐方面来讲的。那这个贪心呢，比如说你对这个三法方面呢，就是执着非常强啊，就是一直是要就是贪着，就是这样的。然后或者造恶业的话呢，就是你这个意乐的执着呢，就是也特别强啊，就这样呢，也是功德和过患色也非常就是大的。然后呢，就是对着不惧。不惧的话呢，比如说你杀害众生呢，就是没有对着继续的这个杀下去，后来也没有这个后悔，或者是你心自善法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其他的宣扬功德，或者说自己这个摧毁三根的这些对着法呢，就是没有。平时我们对着是用三法方面，但是在这里恶业的话呢，也可以用，就是恶业呢也可以用，就是这是第3个。然后这个天的话呢，就是一个是这个功德天呢，功德天的话呢，对三宝有关系的啊，就是你以这个三宝呢，就作为对境，就是如果是毁谤啊、挖苦啊、摧毁的话呢，这造的这个恶业就是非常的严重。如果你三宝作为对境呢，就是对他供养啊、恭敬啊进行诚实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功德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就是这是三宝功德天方面的。然后还有最后的这个诸天呢，就是诸天的话呢，就是指的是或者是这个苦天，或者是恩天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比如说你这个父母作为对境呢，就是对他进行诚实供养的话呢，那这个功德非常大的。如果你把作为父母啊、上师啊，然后僧众啊，这些都作为对境，对他们进行谩骂啊，就生嗔恨心啊、挖苦毁谤，那这个过失非常大的。所以呢，就中共就是龙母菩萨呢，就是在这里面有5个方面来讲的，就是刚才所谓的天呢，就是分那个功德天和这个诸天呢，就是分2个方面来讲。这样以后的话呢，就是中共有5个方面的差别。如果我们心自善法的时候呢，这5个条件呢全部具足的话呢，那这个功德是不用问别人了，就是特别的。比如说我念普贤行愿品了，念普贤行愿品的话呢，第一个我念普贤行愿品，实践是就是经常念的，不是10念一次就可以了，就是经常念的。第一个条件已经具足了。然后第2个条件呢，我念普贤行愿品非常高兴，心里面很有这个强有力的这种欢喜心啊，就我这一件事情，我一生当中最好的这个一件事情，就是心里面并不是强迫啊，或者是不乐意的情况当中念的，不是这样的，这个意乐也具着。然后我念诵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违缘啊，就是不具对治啊，就是没有什么其他制造这个念普贤行愿品方面的违缘呢，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第3个已经具足了。然后我这个呢，就是在三宝的这个所以面前呢，就开始这个念诵。然后我这样的这种念诵的话呢，就是也是回向给一切众生啊，或者是供养上师三宝啊，就是所有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天呢，也这个具足。这样的话呢，我念一遍普贤行愿品的功德大不大呢？就是肯定功德大的，以菩提心来摄出啊，回向一切众生呢，就是在三宝所依面前念诵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功德非常大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从恶业方面来讲，
作为一个杀生而言，杀生的话呢，我如果经常杀生的话呢，第一个就是时间很长已经记住，而且我这个杀生呢，就是很强有力的这种震撼性啊，我喜欢杀生，这是这个就是贪着这个他的第二个条件已经记住了，然后没有对着，就是本来杀生的时候别人劝你不要杀或者不要生嗔恨呢，这种对峙心有的话呢，就原来的这个罪业呢就是会减轻的，但是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对着，然后呢，我在三宝所依面前，就是有些人在这个寺院里面这个杀生呢，或者是三宝所依面前，比如说我们这个出世啊，就佛的这个诞生啊，就这些这个杀生对三宝有关系啊。然后呢，就是对这个可怜的众生呢，当然是这个他是这个苦天呐，就是可怜的众生苦天，就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五种条件都具足的话呢，那说明你造的这个罪业的过患肯定很大的。所以平时呢，像实践当中的一些像屠夫啊，就是他们的这种造业呢，就是还是很可怕的。比如说一个比丘或者是一个出家人呢，他在无意当中就是杀生的话呢，第一个他没有这个经常杀生，第二个呢，就是他没有想杀他的这种非常强烈的这个意乐，还有呢，就是他也并不是故意在这个三宝面前呢，或者是他还有呢，就是产生一些对峙性，我不应该杀，马上呢就是产生后悔之心，这样的这种杀生，虽然已经无意当中你杀了，但是呢，这个是虽然记了，但是不一定呢就是成熟的一种这个业，所以这样的这种业的话呢，我们很多人呢就恐怕是不知道一些轻重，然后自己也是到底造的是怎么样，就是不太清楚，因此我们平时啊，真正佛教的这些真理呢，就是让很多人知道还是很重要的，没有必要就是天天只是问别人，天天问别人，有些没有佛教基础的人呢，不一定给你答复的非常清楚。那么这些论点的话呢，非常可靠的啊，就全智龙蒙菩萨所造的这些论点呢，除了一些精神有问题的或者见解有问题的，现在很多的一些这种就像发疯了一样的，就是有一些恶劣的人出现，就是他们呢不讲真理，就是随随便便不承认就可以了。除了这些人以外的话呢，那我们在实践当中呢，就没有一个不承认的。龙蒙菩萨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取舍的散发呢，都会承认的。因此我们平时呢，就是你自己也观察我造的这个业呢，就是会不会很重的，就光口头上啊，我产生一个分别念，我好可怕，就没有必要这么说啊。我们应该用通过佛经来衡量的时候，有些业呢，虽然它属于恶业，但是呢，它不重啊，就可以通过一念忏悔就已经清净了。三法也是这样的。我们对三法方面的话呢，真的我非常希望我们很多修行人的话呢，有一些三宝所依啊，就佛像啊，就是这些面前呢，经常就是供养做一些这个功德，然后自己的业乐呢，就是经常都是有。我最害怕的很多人的生理中这个邪见呢，就是以前虽然是出家人，以前虽然是一些皈依佛法的这种三宝弟子，但后来呢，因为种种原因的话呢，再也不学了，再也不管了。这种愚痴的人呢，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最可怕的。虽然有些人呢烦恼比较重一点，经常犯错误，但是呢，他经常去忏悔，经常呢在佛像面前还是要这个忏悔啊，就不断的这个修行啊。这种人的罪业呢，就是有机会就是清净了。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应该要就是明白这个趋势。好，今天讲到这里。Sunandai Tancha Rukaya Tanani Jana Pasi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Tulen Droa Droa Banzarangara Badna Asadardha Banzarangara Badna Asadardha Banzarangara Badna Asadardha